眼前这位村民小心翼翼打开包裹着他货物的衣服，5个土豆、4头大蒜、半袋粮食，这是他翻越喜马拉雅山从尼泊尔带来交易的货物。他要跟这里的牧民们交换食盐。这里是藏北高原，牧民们赶着60头牦牛行走在广袤无际的草原上，他们要长途跋涉前往盐湖取盐，这是羌塘草原上的牧民最重要的事情之一。此时，另一波牧民翻过高山，带着40头牦牛同样抵达了此处。他们约定好要一起去驮盐。牧民们今晚要在这里扎营。扎营前，牧民们需要把牦牛互相绑在一起。晚上，牧民们围坐在一起，讨论着接下来的行程。行程由族中最年长的老人决定。第二天，8个牧民，100头牦牛，浩浩荡荡出发了。盐对牧民们来说是生存必不可少的物资。广阔的草原上并非一马平川，在遇到河流时，不愿过河的牦牛群变得混乱起来。牧民们要强制驱使着它们跨过去。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，几乎没有降雨，地面十分干燥。牧民们需要走上15天才能抵达盐湖，尤其是带着牦牛群，牦牛一路都需要进食和喝水，让它们的速度更加缓慢。1天下来走了8公里，他们又需要停下来扎营了。休息时，牧民们会拿出自家的牦牛肉进行分享，这是他们最主要的食物。有时为了让牦牛能休息好，牧民们甚至会停下来扎营休息1天再上路。在帐篷外，他们发现有一头牦牛出现了阑尾炎的症状，牧民连忙强行驱赶，让牦牛不断跑动起来。只有这样，这头牦牛才有一线生机。有的牦牛则是蹄子受了伤，牧民们需要合力制服牦牛，给牛蹄子涂上药膏。随着天空的弯月升起，夜晚到来，牧民将马的前后蹄拴在一起，避免它们晚上乱跑。第二天一早，一群野驴从草原上跑过，它们是高原上逐水而生的种群。牧民们再次出发，放牧、赶路，这便是高原牧民的日常生活。他们向着130公里外的扎布耶盐湖缓慢前进。从盐湖采盐到市场换粮食，是牧民们除了放牧之外的生存之道。因为这里不生长粮食，对牧民们来说，扎布耶盐湖是神奇的，不仅供他们采用，还输送给尼泊尔和印度。但湖里的盐一点没少过，他们可以用取之不尽的盐同尼泊尔人换来红糖和粮食。因为带着牛群行动不便，牧民们分成了2拨人马，4个牧民作为先遣部队前去探路，剩下的留守营地照顾牦牛。先遣部队不能骑牦牛，因为盐湖周围没有青草可供放牧，他们需要走上1整天才能抵达盐湖。这里是扎布耶盐湖的盐源，白色的晶体便是盐。为何在海拔如此高的地方会有盐湖？在亿万年前，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都在海底，由于印度洋板块和亚洲板块相撞，海底隆起成为如今的高原和山脉。湖水在日照的长期蒸发下，形成了可供人取用的盐。牧民们用牛角砸着地面的盐层，抓起一把放在嘴里品尝，确定此处的盐纯度较高，招呼来同伴进行采集。他们将大块的盐用牦牛角砸碎，嘴里还吟唱着古老的歌谣感谢馈赠。他们采集的是干盐，干盐质量好，且便于牦牛运输。用麻袋装上盐，他们一共打包了200袋，拿出随身携带的针线包，熟练地缝好麻袋，等待牦牛过来运输。在等待时间，他们要在这里做饭，用刀和石头碰撞，点燃火绒生火。牧民们的野外求生技能可谓是点满了。就在驮盐的牦牛即将出发时，天上下起了雪。留守的牧民非常担忧，如果下雪，盐袋会变得更重，回去路上也会更加艰难。他们必须抓紧时间，但好在雪一会就停了。他们调来了牦牛队开始驮盐，每头牦牛装30公斤盐，大部分会用来换粮食。现在他们需要前往市场进行交易。这座海拔4800米高的山坡，便是牧民们进行交易的市场。尼泊尔人翻过喜马拉雅山脉抵达这里，等待着牧民们的到来。这里的尼泊尔人每年都需要通过与牧民们交易各取所需。他们此次带来了羊毛和粮食。这位村民翻越喜马拉雅山，带来的仅只有5块土豆、4颗大蒜、半袋粮食，这是他全部的货物。他们所有人都想换的是盐，因为这些住在深山中的尼泊尔人食盐极其匮乏。双方带来的货物都是对方的刚需物资，交易很快达成。接下来，牧民们带来的盐又将翻山越岭抵达尼泊尔。这里是尼泊尔的多波，位于道拉基里峰北部，
这里见不到一点绿色。村民们正在打麦子，但是这些粮食远远不够，只够他们5个月的量。他们需要在冬天之前储存足够的粮食。村民们赶着牦牛，必须在大雪封山之前赶到目的地。这40头牦牛驮着的，正是他们从藏北换来的盐。他们需要转手这些盐，再从山脚周边的村庄换来粮食。抵达那里需要12天，在厚厚的积雪中赶路，对牦牛来说非常费劲，而他们需要这样走上12天，这对人和牛来说都是一种超越极限的挑战。这座5500米海拔的高山是他们需要攻克的第一道险峰，但天气越来越差，他们在与时间赛跑。如果大雪封山，所有人都会被留在山里。村民们手中的鞭子甩得越发快了起来，牦牛终于翻过最顶端，村民们悬着的心终于稍安下来。晚上，他们扎营烤火取暖，等待第2天继续上路。随着海拔低了下来，雪消失了，但路况却依旧不容乐观。紧贴着山壁的蜿蜒小道，一旦失足，就会跌落600米高的悬崖。对村民们来说，盐就是他们的一切，他们可以用盐来换玉米，帮助他们熬过这个冬季。长期的干燥扬起山坡上大量的灰尘，他们终于快要抵达目的地。这座在山脚下的龙帕村是他们交易的对象。长期以来，2个村子建立了牢固的友谊。交易开始了，来自羌塘高原的盐跨过喜马拉雅山脉，在这里继续发挥价值。龙帕村的村民们也需要用这些盐来喂牲畜。一袋盐换了3袋玉米，这便是多波村人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的回报。多波人会留下一些茶叶作为回应，这些茶叶来自5000公里外的四川。这是一场互利互惠的交易，村民们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接下来，多波人又要开始漫长的回家之路。年复一年，这条盐的旅程便是他们的生存之道。